好，OK，应该可以了。刚刚那个视频好像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我把它关掉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来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5年的7月29号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，欢迎大家来听故事，学习一些有趣的单词。那么来听我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，然后这个还有什么？记得帮我点赞，或者你想要支持老师的工作，你可以加入我的 YouTube 会员，一个月只要$2，一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了。好，老师看到了 Mandarin 欢迎，还有 Alexander 欢迎，还有乔马 Hardwin， 好，欢迎大家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则爸爸和儿子的故事哦。来，艾云、佩霞欢迎爸爸和儿子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父子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父子。那爸爸跟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 Hello Channel V， 欢迎你，好久不见。还有建豪 OK， 好，故事开始了。阳光下，男孩骑着3轮车，车上坐着他生病的爸爸。男孩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小杰，他很孝顺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阳光下表示今天太阳很大，阳光下，男孩骑着，你可能可以骑自行车，你可以骑摩托车。那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个小杰，他骑的是3轮车啊，3轮车。那什么叫3轮车呢？当然这个车子有3个轮子啊，3个轮子。那车上面坐着他生病的爸爸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故事知道他爸爸生病了，然后男孩是很孝顺的。什么叫孝顺？就是你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爸爸妈妈要你做什么你都会做，你会顺着爸爸妈妈的意思。孝顺比如说你会帮忙做家务，或者是你会帮爸爸妈妈做饭啊，这个都是孝顺的表现啊。这个要念着啊，当然这个字有非常非常多的发音，它是个多音字啊，在这里我们是念着啊，念着。好，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某一个状态存在啊。好，那么父子2人，他们周末会去市场卖包子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父子俩骑着3轮车去市场做什么？原来他们是要赚钱，他们要卖包子。3轮车上有10几个热腾腾的包子，小杰也会帮忙叫卖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这个3轮车上有10几个，可能11个、12个、13个，可能11个到19个之间，我们中文可以说10几个。热腾腾，好，如果你看着食物冒烟，好像很香很热的感觉特别是要冒烟这个腾腾感觉是烟飘上来的感觉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看到这张照片，这个是热腾腾，包子热腾腾的，表示这个包子很烫，非常烫，有烟冒出来，热腾腾小杰也会帮忙叫卖，热乎乎的也可以热乎乎的、热腾腾的也可以。叫卖就是你在卖东西，你会喊来哟来哟，来买我们的包子哟，我们的包子非常好吃。叫卖就是你吸引客人过来，你告诉客人我们的东西很好吃哦，我们的产品很好哟，这个叫叫卖。通常为什么你会叫卖呢？你希望吸引客人来买你的食物，来买你的产品好，叫卖。好的，你们有没有叫卖过
通常你去市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摊贩，他们在叫卖，他们希望吸引你过去买他们的菜啦、水果啦或产品啊。好，爸爸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叫林旺财。5年前，妻子生病去世了。2年前，他得了糖尿病，后来他不能走路了。好，这个故事呢，故事里的爸爸，他叫林旺财。5年前，他的妻子生病去世了。2年前，他得了糖尿病。什么叫糖尿病呢？ Diabetes 就是你可能会多尿，你会喝很多水哦。糖尿病呢是一个基础病，一般来讲是不会好的糖尿病，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，他不可以吃太甜的食物糖尿病。好，后来林旺财不能走路了。听说糖尿病严重的时候，你是不能够走路，或者你会视力衰退。什么叫视力衰退？就是你会看不清楚东西，这个都是糖尿病的后遗症。你得了糖尿病会有一些伴随的疾病，可能你的脚没有办法走路，可能你的眼睛看不到好 ，OK， 我们再往下看。对，视力衰退，很棒宋平。月莹说，小时候我曾经帮妈妈叫卖就可以了我曾经帮妈妈叫卖就好了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老师希望你们没有糖尿病，所以平常不要吃太甜的东西，也不要喝太甜的饮料，这样子就可以预防糖尿病。但是有时候糖尿病是遗传的。什么叫遗传？就是你爸爸妈妈有糖尿病，所以你也有糖尿病，这个叫遗传。有时候糖尿病是遗传的，有时候是因为你平常吃太甜的食物或喝太甜的饮料才得了糖尿病好，爸爸常跟儿子说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。好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常常跟你们说这句话？这个爸爸妈妈都希望你们努力学习，得到好成绩，那么将来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。所以林旺财也一样，他跟儿子小杰说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好好的学习，对不对？努力向上，天天学习，将来 in the future 将来可以做个有用的人，做一个也可以，可以加个一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一般来讲，有用的人 useful person， 一般来讲它的意思就是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社会有贡献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。 有用的人通常会当律师啦，当老师啦，当医生啦，对这个社会有很好的贡献。父母亲都希望你们以后做个有用的人，对不对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们有小孩的这句话学起来。你要用功读书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。中文都会这样说，父母亲都会跟小孩说这句话有用就是 useful， 有用就是你有用处可能你有一些才华，你有一些能力，你有一些技能，有用 skillful useful。 好 OK， 好的，最近爸爸的病更严重了这边加个严重爸爸的病更严重了。好，这边加个严会更好最近爸爸的病更严重了。好，等老师一下老师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最近，什么叫最近呢？就是 recently。好，最近 recently， 爸爸的病更严重了。
的怎么不见了呢？爸爸的病哦，我们这个要写好一点哦，这个老师再把它改一下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小杰的爸爸林旺财得了糖尿病，对不对？那他的糖尿病更严重了 ，more serious， 更严重了。哇，爸爸的糖尿病更严重了，那可能必须要送医院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天，旺财在厕所里晕倒。好，我们这个了会更好哦，晕倒了。好，那么在厕所晕倒了，小杰赶紧，好，赶紧就是 hurriedly， 很快的，马上的意思哦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哦。最近爸爸的病更严重了 ，more serious 啊。有一天，旺财在哪里？在厕所里晕倒了。好，那哇，晕倒了，你也可以说昏倒了，也可以。可见爸爸的糖尿病更严重了，无法控制了 ，out of control， 无法控制了。小杰赶紧送爸爸到医院。好，大家看到小杰年纪这么轻，还要照顾爸爸，真的很孝顺，真的很不容易哦。这个因为小杰的妈妈已经去世了，他必须一个人照顾他的爸爸，所以小杰真的很孝顺哦，很不简单哦。好，医生说要截肢，不然就没办法活下去。爸爸为了儿子，只好同意了。好，医生说要截肢。什么叫截肢呢？可能你的手或脚它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了，那医生就会把你的手或者是脚给截肢，就是把它给切掉，把你的手跟脚切掉。有时候你得了很重的病，或者你出了严重的车祸，你必须要截肢。如果不截肢，可能对你的生命会有危害，所以截肢，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比较难的词汇了哈，不然就没办法活下去。爸爸为了儿子，只好同意截肢了。好，只好 agree to do this。OK， 同意截肢了。为了爸爸为了儿子，只好同意了。他为了小杰，只好好吧，那就截肢吧。好，那通常糖尿病很严重的时候，也必须要截肢啊。糖尿病很严重的时候是必须要截肢的啊。手术后很快的动过手术了，我们中文说动手术啊，动，大家知道怎么写吗？动手术啊。好，手术后 after the operation， 手术后，好，他是谁？他是爸爸林旺财。林旺财开始学习用一只走路，对，动手术，努力的复健。只好不是得不得，是不得不，只好是不得不啊，不得不。手术后呢，林旺财开始学习用 to use， 用什么一只。好，老师怕你不晓得什么是一只哦，让你看一下这个照片，这个就是一只。通常你被截肢之后，你必须要拿一个假的手或假的脚，让你方便走路或方便拿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义肢啊，把它记起来，义肢啊。通常你的手或脚被截肢之后，你必须用义肢来帮助你走路或帮助你拿东西啊。好，那这个林旺财呢，学习用义肢走路，因为他的脚没有了，他必须用义肢走路。他很努力的复健。好，复健就是你生病之后，可能你的手或脚不方便，你必须要一直训练自己，让你的手或脚恢复正常，这个叫复健啊。好的，我觉得这对父子的生活一定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哦，所以，
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人生，其实我们已经很幸福了。你看，像林旺财，他被截肢了，他没有脚了，他必须用一只走路。那我们是正常人，我们有双手双脚，我们身体也很健康，所以我们要知足，我们要满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天，爸爸发现小杰早上睡过头，没去上课，非常生气，并大声责骂他。好，有一天，爸爸发现他的儿子小杰早上睡过头。什么叫睡过头？就是你很晚才起床，可能你应该要7点起床，结果小杰可能9点才起床 ，sleep in， 睡过头了 ，oversleep。好，那睡过头没去上课，他翘课了，对不对？小杰翘课了，他没去上课，非常生气，并且大声责骂。好，责骂就是你怎么没去上课？你怎么睡过头了？可恶！这个叫责骂。好，那爸爸责骂小杰好 ，OK， 责骂这个词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记起来通常谁会责骂你呢？可能是你的父母亲，可能是老师会责骂你责骂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责骂你呢？可能你做错了事情，他们会骂你，责骂好的，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睡过头，通常你们周六周日不用上学不用上班的时候，你们都会睡过头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你们不是睡过头啦，你们是赖床赖床，不想起床，赖床好 OK， 我们再往下看。小杰哭着说，我昨晚偷偷去卖你的包子，我想多赚点钱，买鸡汤给你补身体。哎呀，好可怜的感觉，真的很可怜。小杰被爸爸责骂之后，他哭了，他哭着说，我昨晚偷偷就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爸爸不知道，偷偷的去卖包子。我想多赚点钱 ，earn more money， 多就是 more， 多赚点钱，买鸡汤给你补身体。鸡汤 chicken soup， 鸡汤很贵，对不对？所以小杰必须要去赚钱，才有办法买鸡汤给爸爸补身体。什么叫补身体？通常有2种情况。第一个，你生病了，你的身体很虚弱，所以你必须吃好的食物来让身体快速的恢复，这个就是补身体。你可能会吃鱼，喝鱼汤，喝鸡汤，吃比较好的食物，吃比较营养的食物，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，这个叫补身体。老师刚刚说，第一个是你生病的时候，第二个呢，可能是你怀孕了，有宝宝了，那你生宝宝之后你生了小孩之后，你的身体也很虚弱，你必须要补身体补身体就是吃好的食物，喝鱼汤，喝鸡汤其他很营养的食物，让你的身体快速的恢复元气，恢复健康，这个叫补身体。对，小杰是一个很懂事的小朋友好，我们往下看。爸爸这才知道，小杰会睡过头，是为了 in order to， 是为了希望他快点康复。旺财忍不住抱着小杰哭了起来。好可怜的一对父子好，爸爸这才知道，就是现在才知道，爸爸现在才知道小杰会睡过头是为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为了希望爸爸快点康复 recover soon。 好，康复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， recover 快点 soon。 好，旺财忍不住 cannot help， 忍不住控制不住
控制不住啊，抱着小杰哭了起来。其实小杰会睡过头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去卖包子，卖得太晚了。小杰为什么要卖包子？他希望赶快赚钱买鸡汤给爸爸补身体。好 ，OK， 对，小杰真的好可怜，他为了爸爸着想啊。爸爸也不简单，因为爸爸生了这么严重的病，脚被截肢了，还要学习用这个义肢走路，非常不容易哦。好，故事已经结束了。老师有3个问题问你们。问题1，小杰的妈妈怎么了？好，请问你们知道吗？小杰的妈妈怎么了？所以你们看故事里，父子2人相依为命。好，老师教你们一个成语，很常用，相依为命。相依为命就是没有人帮助你们，你们只有你们自己可以帮助自己，然后在一起孤单的活着，相依为命。通常指的是无依无靠，相依为命哦。好 ，OK， 很好，我看到了 Mandarin 跟宋平说，小杰的妈妈在5年前去世了，怎么去世的？生病去世的。好，小杰的妈妈在5年前生病去世了，对。或者你简单的回答小杰的妈妈去世了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题。问题2，父子2人怎么谋生？父子2人 how to make a living。 好 OK， 谋生就是怎么样维持生活，意思就是他们做什么工作，用什么方式赚钱，让他们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，谋生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谋生基本上，比如说理查老师以教书谋生，谋生就是你怎么样赚钱，让自己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。好，这题很简单，你可以简单的回答，你也可以用比较复杂的方式回答。艾云说，父子2人不是买哦，是卖包子谋生，很好。父子2人在市场里卖热腾腾的包子， Mandarin 的答案也很好。好的，父子2人骑着3轮车去市场卖热腾腾的包子， Henny 的回答非常棒，答对了。父子2人卖包子谋生，或者是维生也可以哦。维生，你也可以用维生，卖包子维生哦。好，维生谋生都可以哦。好，他们卖包子也可以，你只要回答到卖包子就是正确答案了。答案是卖包子，卖包子。好，很好。问题3，小杰为什么睡过头？哇，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。小杰为什么 overslept？ 他为什么应该要7点起床，结果他9点才起床？为什么？后来他还被爸爸责骂，对不对？爸爸在责骂他，你怎么可以睡过头？可恶！你怎么可以睡过头？没去上学呢？爸爸责骂他。好，很好。小杰为什么睡过头？昨晚他去市场卖包子，答对了。昨晚他去市场卖包子。好，有人说昨晚他偷，很好，要加个偷，因为爸爸不知道，对不对？ Secretly， 爸爸不知道他去了市场，所以小杰偷的到市场卖包子。什么时候？昨晚，你可以加个昨晚，这个时间很重要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晚上卖得很晚，卖包子卖得很晚，所以他没有睡饱，隔天早上他才睡过头。Hello Bryce， 我看到你了哦。好 Mandarin 说小杰因为很晚去卖包子，所以第二天睡过头了，很棒的答案。裴静说因为他想多赚点钱买鸡汤给爸爸补身体，所以昨晚他偷偷去卖包子，卖到很晚，所以他太晚睡了，他才睡过头。好，月莹说小杰努力赚钱买鸡汤给爸爸补身体，很棒。昨晚他偷偷去市场卖包子，所以才睡过头。你们的答案都很棒，像这么长的中文句子哦，你要能够把它写出来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平常你们就要多多的练习回答这些问题，你才可以流利的把中文表达出来，一定要多练习，不然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哦。好，雅玲说因为他昨晚偷偷去卖包子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大家都答对了哦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爸爸责骂他，爸爸责骂小杰。好，哈德文说他昨晚偷偷的卖包子，因为小杰要买鸡汤给爸爸，希望爸爸赶快康复。哇，哈德文你很棒诶，赶快康复 ，recover soon。OK， 很好。好，来我们练习单词，每个单词我念3遍，请你们找出相对应的图片。热腾腾，热腾腾，热腾腾。好，什么东西是热腾腾的？自己找。晕倒，晕倒，晕倒。一只，一只，一只。手的也可以，脚的也可以，一只啊。好，手术，手术，手术。责骂，责骂，责骂。复健，复健，复健。好，艾云说小杰因为要买鸡汤给爸爸补身体，偷偷的去市场卖包子，太累了，所以睡过头啊，所以睡过头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。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直播课后留言告诉我，老师，今天的故事我很喜欢，我觉得爸爸跟小杰好可怜哦，我觉得我希望爸爸赶快好起来，他的糖尿病赶快好起来。哦，时光，欢迎时光哦，时光来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礼拜4见，礼拜4我们继续来学习 HSK 的课程。晚安喽，拜拜。